是一个朝12晚12的男人。我家楼上老太婆爱捡垃圾，我忍了，平时还爱小偷小摸，我也忍了。直到她为了快递之宝，把我2万块的590扔地上，丢在我家门口，金手指断成2半，我直接炸了。谁呀？您好，请问你有没有拿楼下的箱子？我有2个。没有。我查了监控，就是你，还把我东西都摔坏了。我疯狂地踹着门，里面立即传来了一阵尖锐的骂人声，房门却死死紧闭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去找物业。青小哥，真不是我们不作为，实在是那个李老太太太难打交道了。她把楼梯间堆满了捡回来的破烂，那个味道大得很，夏天还招蚊子和老鼠。我们要去清，她就撒泼来我们物业闹事。就没人投诉吗？有啊，她就跑到人家家门口去打滚，说人家不给她活路。她没有子女吗？有啊，但是她子女也管不到她。你跟她子女说了，回头她就到你家门口去吐痰。平常她把我的垃圾翻得乱七八糟也就算了，你也看到了，就我那损失，没个2万下不来。我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这事情我绝对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要不您联系一下她子女，她一般不给我们开门的。”我给老太太的儿子打了电话，对方态度很好，一听说李老太又作妖了，立刻在电话里连连道歉，说下班了就来处理。就这样一直等到了下午，这期间望着断掉的金手指，我简直备受煎熬。终于来了电话。喂，秦先生，请问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母亲说她没有拿你的东西啊。这一刻，我的反牛马属性彻底爆发，彻底疯狂！拎着我那箱损坏配件，带着我的5090和平板，直接冲上楼。他是没拿，为了几个破纸箱，把我的主机配件全摔在地上，碎的碎，坏的坏，你说怎么办？有钱了不起啊！鬼晓得你那东西怎么坏的。李老太说着，还轻蔑地抬了抬下巴。你要的话，就2个纸盒子拿走就是了，小杂种！我的双手被气得不停地颤抖，我真的差点没挽袖子上去打他。我们上装的有监控，而且东西、发票和视频我都带上来了。今天你不把钱赔给我，我马上就报警，顺便再把这视频发小区群里给大家评评理，看到底是谁不要脸。你怎么这么没素质？你要的东西随便放门口，摆在门口的，那就是不要给人拿的。我那是好心好意帮你丢垃圾。谁让你好心啊？哎呀，小哥你消消气。消气？你让我怎么消气？我那一堆东西加起来小3万，你让我就这么算了？什么狗东西，还搞这3万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李老太立刻就地一躺，开始撒泼打滚。哎呦，杀千刀哦，来坑我这个老太婆啊！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这时他儿子也满脸不赞成的看着我。秦小哥，你也是知识分子，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呢？哼！接上回，我拿着东西离开了，差点一口老血要喷这对狗母子的脸上。什么垃圾玩意，直接报警！有清晰的视频，有获损发票，证据链简直不要太清晰。叔叔迅速出警，结果老太婆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她不开门，请问你们可以破门而入吗？叔叔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还没来得及发愁，转头叔叔就给我说：“我给局里打个电话，让局里通知他儿子配合。如果他儿子不配合，哼，就告知他们单位，让单位做好配合。”还可以这样？这一刻我肃然起敬。没过多久，李老太的儿子李斌就满头大汗地跑来了，一边点头哈腰，一边打圆场。叔叔同志，这是个误会，我妈年纪大了，有点糊涂，真没别的意思。秦小哥你也消消气，你的损失我们可以商量了。我面无表情，不想与他再说什么，直接把单据一递，一共29683元，不分期，现在给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把这些货损都提走。什么小杂种，开口就几万，你出去勾搭老女人能卖这么多钱啊？干什么？叔叔要打人了！你们这样威胁我老太婆，我回头就打市长热线114投诉你们。根据秦先生报案，你过错损害他人财物，应当给予赔偿。官商勾结，你们想讹老娘，你还嫩着呢。尽管撕，都是打印版，我有备份。你们自己核对一下。李斌哆嗦地按着手机计算总价，不时擦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终于忍不住冲自家老娘发了火。叫你不要到处捡垃圾，捡出事了吧？我又不是养不起你，一天到晚给我丢人。狗杂种，你连你娘都敢骂，你要死啊！小杂种，看把你能的！靠，破相了！叔叔把他控制住，我脸上已经被抓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印。他都这么大年纪，就算进去也最多几天就放出来。杀人要诛心吗？我疼得龇牙咧嘴，对李斌说道：“李总，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麻烦结一下。”哎呀，我心脏不舒服，我头好晕。叔叔打了120，医生诊断了半天，表示老太婆看起来实在没什么问题，可她不干，非嚷嚷着要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
想救护车盾，还想和我掏钱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冷笑一声，随后给叔叔说了我的想法，然后就在叔叔的督促下，李斌不情不愿地把钱转给了我，这才陪着老娘上了救护车。结果李老太看到钱，一气之下血压直接窜到了180，这次真被120拖走。哼，李老太的事情终于解决了，梁子却也结下。李老太不花钱，没几天就从医院回了家，但我就遭殃了，每天一打开门，铁定有好几口黄绿色的新鲜浓痰。还特意吐在我家的门把手上，这还不算，垃圾更是散落一地。更可怕的是，有几次门口垃圾里还藏着不知名排泄物，可把我恶心的够呛。我又去找了物业，物业还是一贯的和稀泥。哎呀，青小哥，他年纪大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要不我们多安排保洁清扫一下您的楼层，或者您看见了跟我们说，我们来打扫也是一样的。这是谁打扫的问题吗？合着我1个月每平5块8的物业费，就换来你们这样的服务？你们作为物业，就有管理公共空间的义务。那我们也不能进他家呀。物业反正就是摆烂，管不了也不想管，你爱咋咋地。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住户群里有人艾特了李斌。哎呦，80儿，你家楼梯间堆垃圾能不能清一清呐？今天老鼠又跑我家来了，娃儿都吓哭了。就是说了好多次了，蚊子蟑螂都招来了，勤俭节约也不能占用公共空间吧？别动我妈东西啊！到时候她发现东西少了，犯心脏病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老鼠是我妈招来的？她一个老太太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你家没老人吗？连老人都这么忍不下，也太丧良心了吧！亏我当时还觉得他儿子是个文化人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李斌话一出，一时惊起千层浪，顿时激起民愤。3个都说话的，你妈把楼梯间搞成啥子样，你不知道？都说是公用空间，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占了。我灵机一动，就这老太婆的作风，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搞嘛。我主动加了艾特李斌的那个1002，是个年轻妈妈，一听说我是来吐槽李老太太，顿时同仇敌忾。那老婆娘简直是个神经病，把楼梯间搞得脏得要死。我上次带着宝宝坐电梯，她居然把楼下的大垃圾箱都搬到楼上来。我跟她说脏，让她别拿，她杵着棒棒在我家门口骂了一早上，还说我丧良心。为什么？我简直不能理解，难道不能捡完再拿上来吗？不能，我们小区好几个捡垃圾的老人，他怕被人抢了。我看他儿子也是个正经工作儿，怎么都不肯掏钱给自己嘛。你以为他为啥子回来这里一个人住？本来这是他儿子和媳妇的婚房，后来媳妇被他折腾得遭不住，不再喊着要离婚，反正后来儿子和媳妇搬出去住了，这就他一个人。我跟他说了我的遭遇，年轻妈妈十分同情，但还是好意提醒我，反正你千万小心点儿，最好在门口装个摄像头。你之前那货和他也有矛盾，后来不知道咋弄的，人家娃儿的神经病了啊！是一个朝12晚12的美女，因为与李老太的矛盾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我从网上买了个微型无线摄像头，装在了自家门口。果不其然，凌晨3点，我被凄厉的越剧唱腔吵醒。咿呀呀的女声在深夜格外瘆人。楼上这个点在放戏楼做梦了，你们管不管？神经病吗？物业说马上来，结果一直到早上6点，太阳都升起来了，楼下还在唱。哎，你大爷的！这还只是一个开始，他不放越久，开始半点来敲我的门。然后阴森森的站在猫眼那死死盯着你，简直如同诡异降临。结果当天晚上就泡汤了，这是个正常人都没法继续睡着的吧？李老太反正年纪大了没事，每天捡完了垃圾没事就想着怎么折腾我。她白天能睡觉，但我还要上班啊！不到1个礼拜我就破防了，天天神情飘忽跟闹鬼一样，朋友看了都吓一跳。你怎么长了3个脑袋？哼！我又报警了，结果这次叔叔没有那么给力了，因为是纯民事纠纷，加上对方又是个老太太，属实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处罚手段，所以只是警告了事。于是我买了制魔器。众所周知，对付魔法攻击也得用魔法攻击嘛。1002的年轻妈妈拉我进了个李老太受害者联盟。我这才知道，李老太在这个小区可谓是全场包 C， 战绩可查。我的上一任住户也是跟她爆发了冲突，报警告她也不消停，对方直接买了镇楼神器，小区简直喜大普奔。大家都以为这下总算恶人能有恶人磨，老太能消停，结果她直接破门而入，强行断电。就这还不算，他半夜不睡觉，披头散发敲那家人的门，把人家孩子吓出问题。半年前才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。我说他怎么装龙婆那么熟练，感情是有精神病护照的熟练工种啊！退一步越想越气，不给他点颜色，我能就这么忍了？当然不行。经过群内诸位受害狗头军师的经验总结，我们积极吸取了上一任业主战斗失败的教训，畅谈了给老太婆一个教训的美好未来。在大家群策群力下，我们确定了李老太的作息时间。为了跟周围的老太们抢垃圾，李老太每天凌晨4点准时出门，大概上午9到10点回家，休息到下午3、4点，继续出门捡垃圾，晚上8到9点。nice， 这边镇楼器材收到，我就兴高采烈安上。还好，嘱咐群友务必给我做好直播工作，结果才走到小区门口。卧槽，封控了！鹅贼，先地震楼，为伴儿中道崩殂。我只能灰头土脸的回来，电梯门才一开，迎接我的就是满楼道的垃圾和李老太的臭骂。你个小王八蛋，丧良心！这么对付我一个老人家，我心脏病都被震出来了。
赔钱！他之所以坐在门口而不是破门而入，是因为我特意安装了金刚防盗门，他踢不烂。我人都不在家，你凭什么说我吵你？那你开门，我要进去搜。你有种就开门！凭什么？凭你老，凭你丑，凭你不洗澡。你个小杂种，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我上次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，讹诈我老太婆不算，现在你是要我死？反正现在封控了，我就堵在你家门口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物业喊过来呗。这有人不让业主回家啊！反正在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关了镇楼器，现在安安静静，周围住户安静如鸡。但我知道每一扇门后都有至少一双偷听的耳朵，天下苦里贼久矣。在物业的强行调解下，本着不率先使用杀伤性武器的原则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丫不调解不给我蔬菜包，我每天的行程变成了半夜做核酸，排长队做核酸，斗智斗勇做核酸。小区群里每天都在为了孩子插队，老人插队，孩子和老人一起插队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李老太爷果然不负众望，以一己之力拉起了一个小区的仇恨。他不但插队，他还偷菜。谁把老子的炸鸡偷走了？我探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强力壮的大哥正在破口大骂：有没有道德？要不要脸了？吃的都偷，怎么不把你妈一起偷了？这2天无论蔬菜包还是其他各种物资都是放在小区门口，业主自行去拿，一天几百个快递，物业根本看不过来。没过多久，业主群炸了。大哥是个爽快人，他从物业那直接扒来了监控，里头赫然是李老太太鬼鬼祟祟的摸到门口，探头探脑见左右无人，直接把炸鸡拎回了家，还挑了几兜旁边蔬菜包里最鲜嫩的菜叶掐尖带走。他在群里直接艾特了李斌：你妈偷菜了，你说咋办吧？于是李斌装死，太正常了，群里一天得骂李老太800遍。李斌一开始还为他那个神奇的妈辩解，后来就躺平装死了，心理素质极强，不愧是母子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业主委员会的女的说话了：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的啦？她一个独居老太太，就只是拿了你一份炸鸡而已。至于说偷不偷这么难听的吗？谁说不是？一个大男人也不大度点。居然还有圣母响应。是啊，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，不就一点菜，至于吗？圣母有男有女，一个个挺胸抬头，逼格贼高，都在指责大哥不尊老。可是大哥才不吃这一套。你有爱心，那你把炸鸡补给我。你这么有爱心，咋不把他接回家当你妈供着呢？哎，你不要开口闭口提人家母亲好吗？你有没有家教啊？你有家教，那你把你的菜给他。我看见你订炸鸡了，快还我，不然他就是你妈。好恶毒的诅咒！女人闭嘴了。好戏还没完，当天下午李老太就按图索骥去他家敲门了，声音贼大。开门！我看见你在群里说要照顾老人了，好心人，快把你的炸鸡给我。女人装死不应，李老太却说的有鼻子有眼。群里都看见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素质呢？说了就要做到，你妈没教你啊？骗老人天打五雷轰的啊！小婊子赚了名声就装死是吧？你对你妈也这样？看我不闹到你单位去！女人继续装死，可李老太是一个能半夜3点敲门，把人娃都吓出神经病的天才。在她持之以恒敲了3个小时之后，女人崩溃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要把炸鸡送出去，自己却在这里啃馒头？听说后续那几位爱心人士都得到了李老太的上门问候，李斌还在群里阴阳怪气的感谢爱心人士对老太太的主动捐赠。圣母们打掉牙往不理，我们在复仇者联盟群里笑到打鼓，这他妈精准杀猪啊！可我这边才笑到一半，第2天我的蔬菜包不见了。妈的，难道还要群策群力给这个不要脸的老太婆来一个爱的供养？接上回刚笑完就发现我的蔬菜包也不见了，我也照葫芦画瓢，结果物业不给我了，说什么昨天的视频给个别业主造成了困扰，所以他们上级规定要看视频必须要经过领导批准。领导？什么领导？不知道，要纸面规定，拿不出来要通知，支支吾吾不肯给，什么临时决定？明明就是昨天李老太偷菜视频放群里，他们被李斌投诉了。我现在菜被偷了，你们作为物业有没有维护业主权益的义务？哎呀，青小哥，你看现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的人员紧张，昨晚他们忙到凌晨3点，今天一早6点又开始起来组织做检测。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吧。这就开始卖惨道德绑架我了，我当时就气笑了。哼，我上不了班我也惨，那你们把你们的蔬菜包给我吧，我看见你们保安室有一堆了。青小哥，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呀。物业还跟我委屈上了，随后经过申请，我来到了物业，打算当面跟他们理论。我们这么多人工作那么辛苦，也是要吃饭的呀。哦，合着我单身一个人住就活该被欺负了。我默默地掏出了手机，开始打起了12345。喂，是长热线吗？这里有。哎呀，青小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嘛，犯不着这么投诉，影响邻里感情，对吧？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只要没有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，我就一路往上投诉。你们不给视频，不给解决方案，我就举报你们物业偷菜。疫情期间，不但不保证民生供给，反而还故意克扣居民物资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去解决，您放心。然后我回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听见电梯停在了我家楼上，传来了李老太勃然大怒的呵斥和物业点头哈腰的赔礼道歉。结果是物业哭丧着脸，用他们的菜换回了我的，活该！一个物业不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，就知道和稀泥，豁出这么个横行霸道的老货，这都是他们的福报啊！
但这老太婆偷菜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一合计，找了联盟群里一个养猫的女孩子，她今年购物节的时候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居然买了满满一袋抹茶味的猫砂。自从买了这玩意之后，我再也不能吃任何抹茶味的甜品了。你能理解吗？每次铲屎都会感受到屎味和抹茶味双重加剂。别说了，再说观众也要用。像我这样帅气心善的好邻居，怎么能不为邻居分忧呢？被我让他装了大概1公斤的抹茶味猫砂，细心加水，捏合好，放进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摆在了物资处。单从外形和气味来看，无懈可击。上面还特意挂了一块牌子。结果仅仅半个小时后，抹茶猫砂蛋糕没了。当天晚上，一直在群里装死的李斌冒泡。你们哪个没良心的，居然拿抹茶味的猫砂装成蛋糕放在小区门口快递架上，是不是人呐？我妈现在上吐下泻，你们这简直是杀人！哪个不要脸的王八蛋，老人都骗了，个小好比丧良心啊！哦哟，那个蛋糕盒子呀，我看见了，人家上面不是写了不是抹茶蛋糕，请勿动吗？怎么，你家那个神奇的妈又偷走了？不认识字啊？这是恶意投毒！我妈一个老年人，那么小的字怎么看得清？天啊，罗，那是你家的吗？不是你家的也往家里拿？什么？平常偷菜偷上瘾了，真觉得看着顺眼，那就是你家的了。银行那么多金条，你妈看上了吧？咋不去偷呢？怕被抓是吧？那就证明就还没有老糊涂吧？要负法律责任的哦。要去查监控，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查过了，你们这是危害公共安全，你们要赔我妈的医疗费。随后便再没人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复仇者联盟群里却仿佛过年一样。经此一役，李老太不敢偷我们区的菜了，但是他转而向 B 区伸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A、B 区之间明明都已经用防护墙隔起来，他居然还能过去。据小道消息，有高层用户惊恐地发现，他一个号称腿脚不便的70多岁老太太，翻起防护墙来竟然健步如飞。这他妈比猴子还利索！我们还没来得及举报他，B 区那边就出事了。李老太偷物资偷上瘾，还专门挑那种稀罕的、花花绿绿的、没见过的偷。结果隔壁有个老大爷心脏病，吃的药还是那种进口特效药，平常就不好买，现在更别提了。这段时间刚好要吃完了，他儿女求爷爷告奶奶，才想方设法买了2盒送过来。结果放到门口还没半小时，老大爷去拿药的时候，药没了。这下可好，老大爷本来这段时间就心脏不好，一受刺激之下直接当场发病。快点给我查，上面有规定。我规定你。别打别打，冷静冷静。这位同志，打架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老大爷出气多进气少，物业也不敢再耽搁，赶紧急轰轰一番操作。结果又是李老太，一群人冲上门，李老太故技重施，又不肯开门。老大爷的儿子可没什么顾虑，抬脚就把菜。杀人了！有人进来抢劫了！李老太颤颤巍巍的伸手去摸手机要报警，大爷的儿子直接揪着领子劈起来。我爸的药呢？我爸的药呢？什么药？我不知道啊！你今天早上从 B 区门口偷的那盒是我爸的救命药，你快点给我拿出来！老大爷的儿子急得眼珠子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，一个1米8的壮汉，眼圈都红了。那是我爸心脏病的药，他现在犯病了。哎，您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，老太太可经不起您这么慌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？妖兽了，欺负老太婆了！你个小王八蛋，不得好死！你全家死！亲娘哎！您这是能说的吗？您这一句话下来，人家不揍您才怪啊！让他的，他敢动我一下，我要他好看！李老太眼珠一转，发现跟着的其他人居然在他的垃圾山里翻找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声音尖的跟个报警器成精一样。你们偷老太婆东西，你们不得好死啊！他一边骂，还一边朝人脸上吐痰，趁着人家松手擦脸的时候上用指甲抓、抠、扯头发。物业经理没防备，当时就被他在脸上摇出了5道血印，顿时连呼晦气，谁敢来抓他，他就直接上口咬舌。这儿子被咬的胳膊上血肉模糊，这东北汉子也是刚，直接抓着老太婆的后脖梗，捏小鸡一样卡着他，我们都看傻了。都他看什么？还不快找！这里找到了！老大爷的儿媳妇眼尖，硬是从花花绿绿的垃圾山里找到了老太婆偷走的药。走，赶紧给爸吃药去！哼！老大爷的儿子本来还想狠狠给李老太几下，咬咬牙救人要紧，先走了，留下了一地狼藉。操你！都是些不得好死的东西，欺负我老太婆，还上门来明抢了，有没有天理啦？我在楼下鬼鬼祟祟的探着脑壳跟上来，围观了全场，那叫一个赏心悦目，那叫一个大快朵颐，那叫一个可这事情还没完，就因为耽搁的那10几20分钟，老大爷没能救回来。等120赶到的时候，老大爷已经去世了。老大爷的儿子当场就疯了。碰巧的是，小区风控解除了。我妈真不是有意的，她……李斌在门口鼻涕横流，说到一半卡住了，实在是编不下去。什么老眼昏花之类的借口，平常都用烂了，现在他妈小偷小摸把人家爹都害死了，这茬怎么想都不可能善良了。你给我起来！
你个小贱人，凭什么拎我儿子耳朵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有妈生没妈教？有你这样的妈，还不如没有。李斌媳妇对这个婆婆积怨已深，上来就是大招。你这种妈能教什么好东西？自己偷了儿媳妇陪嫁的金首饰去外头卖，回来还诬陷我说那是我偷了你的金子，我真是求求老天爷，快降道雷把你劈死的！你少诬陷人！你一个农村来的，哪来的金子？不都是花我儿子的钱买的？我儿子的就是我的，我拿了怎么了？是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就知道找我儿子要钱回去贴补娘家，白眼狼赔钱货，生的女儿也是个赔钱货，我们老李家都被你给糟践绝后了。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李斌摊上你这种妈，简直是祖坟被人炸了，一天到晚偷鸡摸狗，什么东西？居然还有这种事！围观群众中有人干脆直接开了直播，我跟着瞥了一眼，居然有好几千人在线围观，还有热心街坊给满脑壳雾水的吃瓜群众科普李老太的英勇事迹。到后来直播间简直是一面倒。抱歉，我要你给我爸跪下磕头道歉。嘿，砍了，看清楚，朝着砍，我倒要看看你个小杂种敢不敢！你起来，怕他干什么？我报警了。李老太这是典型的横行霸道惯，没遇到过硬茬，加上之前在精神病院走了一遭，那更是不得了，简直是自从得了精神病，整个人都精神多了。爸死怎么能怪我？妈，我求求你别说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东西摆在那里，不就是给人拿的吗？他要是平常多做好事多积德，会得心脏病吗？会在这种时候刚好没药，有药也拿不到吗？那就是阎王要人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？他该死，他该死，他该死，他该死。老王八蛋，去死吧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醒醒了！大兄弟冷静，为了个老太婆把自己赔进去不值当，你还有老婆孩子呢。等到警察来的时候，场面已经控制住了，只有一个哎呦哎呦喊疼的李老太，一对被老婆压着不准动的孝子夫妻，几个汗流浃背的物业，一个横眉冷对的大哥，以及一大群积极作证大哥没碰他的吃瓜群众。举报关了，举报关了，都散开，都散开！李老太又被救护车拖走了，这下是真被拖走。她那一下摔得还挺重，是后脑先着地，加上她房子里满地都是垃圾，她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有一个她之前偷回来准备卖废铁的地方，尖角正巧砸在她腰椎上，她当时2条腿就不能动了。至于大哥就更细感了，为什么李斌噤若寒蝉？因为大哥是他公司的直属上司，也就是说他妈偷了他顶头上司父亲的药，还把人家给害死了。大哥给了他一个选择，不告继续干，告他和他的混蛋妈一起滚蛋。结局不用说，当然是选择不告。人到中年嘛，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身上还背着沉重的房贷车贷。李老太被送进医院之后，听联盟群里说好像是高位截瘫，大哥专程把李斌外派到了外地。李斌媳妇肯定不会伺候这个刻薄婆婆。李老太被送进了养老院，据说很久都没人去看一次。没了李老太之后，小区都洋溢着和平与爱，连我的镇楼器都挂在上二手卖掉。在得到李老太消息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年后。您看这间房南北通透，这家原来的老太太呢？那家把李老太送了家最便宜的敬老院，他家又没人去看，他嘴巴又臭，护工打理的也敷衍，说是没多久就半身稀烂，半年就没了。看吧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